那消息呢，独家联合报说赖清德下个月要访中南美了，哦，那会过境美国纽约跟达拉斯，哦，回来去纽约了，回来达拉斯，因为台湾在德州也投资不少东西啦，哦。那说到达拉斯去哦，原来是休斯顿哦，现在说不要去休斯顿，到达拉斯哦。那另外呢，这个巴拉圭也宣布了，其实我们原来都还没讲哦，他们先巴拉圭先宣布了哦，说赖清德8月要来一定要带礼物啊，你空手去啊，哦，而且呢说我们一定维护对台湾的邦交哦，你放心好了哦，邦谊永存，这个援助拿来哦。那总统府说呢，没有说明，有确定会报告到底怎么回事，会不会过境美国？哦，因为我们其实到邦交国那都是其次，重点在美国才比较重要，在什么地方入境啊，什么地方出境啊，在美国待多久啊，能够跟谁通电话啊，跟谁见面啊，谁去接他等等，这比较重视这个。哦，所以外交部他一直不讲，说目前没有元首出访的资讯。哎，现在已经7月了，还没瞧好。巴拉圭都已经讲了，说欢迎来，欢迎来，我们邦谊永固啊！你还说你还没有，你都不知道？那巴拉圭在想你们要搞什么？对不对？那我是怎样一头热啊？哦，一定事先已经在那边瞧了嘛？哦，但是呢，今天的南华早报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可能临时取消赖清德过境的安排，这很不好啊，这很不礼貌哦。为什么？因为川习要开会了。美国川普要带一个团，不是要带一个团，什么这些那个大老板们 CEO 到大陆去访问，他到中东他是这样啊，什么都黄仁勋什么都跟着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会不会让老共不爽？所以呢，会不会怕影响到？所以呢，就不给你过境，或是过境像以前李登辉夏威夷过境就好了，不要到什么纽约了、达拉斯，我们不知道现在到情况怎么，一定中间还在穿梭，还在谈了啊。那陈玉珍是说呢，现在关税都还没有决定国内又有风灾水灾，是比较重要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调查了这个不满意赖清德的到了44.5%，满意的是12.9%，死亡交叉，而且呢，在上一次做在6月做的时候呢，赖清德的满意度还有48.7%，现在突然大跌到12.9%，一下子跌了5.8个百分点。那这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我们误差等等大概3%等等你在误差范围之内，你可以说没有它的意义。那5.8%统计上是有意义的。我们看一下。2023年时任副总统的总统率团出席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那一趟总统是这样形容两国关系：巴拉圭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台湾要共同合作，协助巴拉圭打造为南美洲的台湾。两国邦谊，总统擘画蓝图，2年后总统将再度造访，只是这讯息是从巴拉圭先曝光。Preparamos con ansias y con mucho afecto para recibir al presidente Lai en 30 días。当着我外交部长林佳龙的面，巴拉圭总统开心宣布，因为林佳龙正率团在巴拉圭访问，这也被视为是在替总统做前导安排。据了解，总统此趟出访预计8月上旬出发，至少10天起跳。除巴拉圭外，还会拜访贝里斯以及传出邦交不稳的瓜地马拉。至于过境，纽约及达拉斯被点名，这也是总统上任1年多后首度过境美国本土。如果是从纽约过境的话，我想那个是个指标啊，至少表示赖清德方面跟美国的关系基本上还可以。但是我想可能还是会从所谓的这种晶片科技园区或者是厂房的取得，还有能源的购买等等这边跟美国做一个表态。只是相较友邦元首的公开，总统府仅低调表示没有相关说明，若有确定安排，会适时向国人公布报告。外交部也一样，就算行程已经被曝光，口风人士紧得很。来，我看去年这个赖总统去就是南太3个国家，去这个帛琉、去马绍尔群岛跟土瓦鲁的时候，其实有跑外交新闻的记者也都知道，今年8月。就是巴拉圭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今天新闻总统府外交部都没有说承认或守口如瓶。
就是因为一定都是这样。以前我们要出访前1个礼拜，在记者会召开之前，不会有人跟你确认的。那刚刚我们看到新闻画面，那个是 Santiago Peña 总统阁下，他现在目前跟我们外交部长林佳龙正在会面，而且带了一准团去，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好，这是 Santiago 阁下他自己 po 出来的，这边都是我们台湾的商业领袖代表，这是林佳龙，这是他们的总统，这边是他的官员。他非常感谢我们去那边很多投资，然后他也讲期待30天之后，观众朋友算一下，那就是8月15。为什么？因为巴拉圭身为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这个就是友邦，他的总统一任是5年，而且他总统就职的那一天就是固定。我第一次去巴拉圭也是那一天，就是8月15，所以等于就是 Peña 的就职2周年。刚刚导播那个画面可以再放一下，就可以看到他在就职的那一天，2023年的8月15的时候，赖总统有去嘛？所以他现在又再去那个。去年其实第一次去关岛，对不起，就是过境关岛的时候，讲说是不是因为从拜登换成川普以后，美国不让赖清德过境本土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赖清德总统确实在他的这个任期4年当中都没有办法过境本土的话，表示规格下降，而且关系不好嘛。那以这次来看的话，刚刚我有看到中央社记者也去问了美国国务院，请问这个赖清德总统过境期间，这个是不是会从这个纽约到达拉斯？他没有告诉你是这2个城市，但他说会一切妥适、舒适、尊严好跟安全，所以看起来8、9不离10，就是会过境美国本土。那很简单，那会去的国家除了巴拉圭、南美洲之外，还有2个我们在拉美的国家，就是那个贝里斯跟瓜地马拉，就是这样顺走，然后纽约进，达拉斯回，然后有一个过境时间就是1个月以后。大概8月12、13号出发，然后8月15的时候会跟佩尼亚阁下在巴拉圭有活动，然后再转另外2个国家，大概前后应该大概10天左右。任梦华。其实大家可以知道，从历届的总统的出访来看，大概都是半年的时间。那去年其实12月底的时候呢，赖清德出访，那在现在其实8月的时间，其实再去出访中南美洲，这个时间点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不用特别去操作说什么现在出访啊，是不是要可能挽救民调啊，什么转移焦点等等，因为这个是之前可能就安排好的。那我们再讲回来说，到底呢出访呢跟民调的提升是不是有关系的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从以前的案例到现在来看呢，很少有总统是真的因为出访，可能你的民调增加呢。当然，你在声望好的时候呢，也许你出访的话呢，你是会有加分的效果。但是呢，在你的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很难是真的靠着出访来为自己这种大加分的状况，其实是少见的。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呢，并不需要把它真的是一样勾在一起。那我们讲回来，其实赖清德的民调好，也许这1个月呢掉了5个百分点。那这当然呢，我觉得是要注意的一个警讯啦。那没错，虽然说这个民调呢，如果我们跟历届的元首来比的话，其实呢，蔡英文总统他也曾经在 TVS 做过民调，他有调到大概18%过。那其实呢，在之前呢，马英九总统最有名的9.2%，所以也许相较之下，赖清德的40几%好像呢还 OK。不过呢，他这掉的5%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其实赖清德总统呢自己的有一些不管言行等等的，我觉得呢还是必须要来注意说这5%这个掉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呢是总统府可能还有赖清德总统本人必须好好的来思考的。苏慧。我也同意梦话说的啦，出访不能救民调了啊。台湾对于说赖清德的出访也没有抱有太大的期待，尤其是每次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出访哈，大家总会觉得说，又要去送什么礼物了啊。而且这次巴拉圭的总统还事先说了一句话，就是台湾对于投资巴国一直非常的慷慨哦。这句话就让人家觉得说，他已经说在前面了，非常慷慨。那如果赖清德到了那边没有更慷慨的话那面子就下不去了。这次连佳龙去当然第一个事先安排赖清德的出访事宜，第二个当然是事先送上礼物嘛带了30个产业商界的人去先送礼物，然后再安排拜托我们赖总统来好啊，搞阮接待一下这个是常见的一种外交礼仪台湾的邦交国已经不多了，我们当然乐见总统外交但是如果每一次慷慨都变凯子的话我们也觉得很无奈这就台湾的现实状态那再来讲到赖清德的民调它已经不是一次的下滑，它是持续的下滑那这当然跟2个有关，第一个是个人的表现他个人的表现真的是忘事不是人君譬如说去看灾怎么会去跟灾民说你不要期待国军啦你们要自己互助啦电讯不通
你不是用中华电信的哦啊，我们都有电讯啊哈，署长也有啊，立委也有啊哈啊，你怎么会没有哈？去讨论这种无意义的行为哈，就是你是总统，而且你总统之前你还是台南市这个当地的市长啊，你一旦变成总统以后，你来看灾，你在那边纠纠结结这种哈是小问题哦，实在是让人家觉得你还是不要出现的哈。然后团结10讲讲到第5讲就讲不下去，连霸团领袖曹兴诚都说了啊，我们也不期待你为霸团站台哦，所以他的个人表现是一个。第二个，身为总统，身为执政党的党主席哦，你就任这1年来台湾的乱局，看不到政绩，看不到建树，只看到大罢免、大乱象、大发疯。大家主要会把台湾的乱局归罪给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呢？当然是执政党啊！你再把在野党骂到臭头，他也还是不是执政者啊，对不对？他也不是执政者啊，你一直骂他干什么呢？所以大家还是会觉得说，那你执政者到底在做什么呢？所以第一个，当总统不办正事；第二个，当总统忘事不是人君，所以你的满意度当然会下滑。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立法院上礼拜5因为这个制定一个法律啊，要普发现金啊，每个人1万块。卓荣泰说违宪违法，听他在放屁哦。他说呢，这个宁愿举债救灾，不愿意再留子孙哦。意思就是说呢，你现在叫我们发现金会再留子孙，我是不解哈。去年超收5283亿，超收税额5283亿，这是只有去年哦，累积已经超收1兆多，将近2兆，这几年每年都5000亿、6000亿、5000亿。他现在是让你用这个超收的里面拿一部分钱来，因为你从全民来收税嘛，那发给当然你发的人不见得是有交税的人了哈，但另外一回事，这是财富的平均嘛，就都有钱人收税，好，这商家收税，然后呢发给全民，因为你多收了嘛，比你预算的多收了5283亿去年嘛，那这个怎么会再留子孙？不是要你举债去发是你原来就是超增的嘛，哦，那他当然可以解释说，我本来这个钱要用这个，那我现在发了以后，其他要用的就要去举债，那其他编预算就是啦，哦，你可以编普通预算，可以编特别预算都可以嘛，所以我不解你这个跟举债有什么关系哦？那卓荣泰说1万块有什么用，对不对？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遥控飞机或冰箱。为什么要去买遥控飞机或冰箱？可以买5次菜啊，6次菜啊，不止5、6次，你到市场几百块就可以买菜了，一天哪有买那么多钱？因为我最近常常陪他们去逛这个拍市场，市场价钱其实还好，你真的自己买菜自己做，其实还好。重点是刺激消费、内需市场。对啊，对啊，不是你民进党也发过嘛？你没有以前什么3倍券、5倍券6000块，你也发过，都发过，马英九也发过，你们也发过，就是刺激一下嘛。哦，这个。卓荣泰就说违宪，为什么我们宪法规定立法委员不能为增加预算时提议？哦，这个什么意思？我在解读就立法院送的预算书来了，这个要3000万啊，3000万哪够？4000不可以。他现在这个法律案呢、那你以前那个什么老人年金不是都有法律案吗？老农津贴条例，它这是法律案呢、这不知道违什么宪呢？离岛那个对不对？它不是个预算啊，它是个法律案呢、哦，那。卓荣泰就骂说，他是学在野党，因为在野党骂说你不会做你就下台，他说你不会审预算就换别人来，意思就把你们罢免掉，别人来就好了哦。那另外呢，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说，普发1万就像买空卖空，用民众的钱去买票，因为他现在罢免他很怕哦。那你发老人年金那时候那就不是买票，那现在就是哦。那另外呢，他们现在在审大法官提名人的陈志阳说。到底有没有违宪是有争议的，他的有争议是说，行政院说那是预算案，你们立法院说是法律案，哦，所以这中间会有争议哦。那另外呢，苗栗县中东锦县长说比补贴台电公平，这个讲得很对，他是要去补贴台电的哦。那问题是我记得立委也在立法院有问过经济部长嘛，我给你台电1000亿，是不是就不涨电价？经济部长不敢讲啊。上次已经补贴过3000亿了，还涨了4次电价，那是个无底洞嘛，那是一个能源政策问题，不是我给你1000亿就不赔了，没有这个事情啊，继续赔啊，继续赔。台电原来是赚钱的、
哦，一年赚个几百亿，现在一年还赔个上千亿，为什么？你去想想，这个才比较重要。再也要你做的是这个事情嘛，你光那边补贴，你补贴不完了，哦，那好吧，反正就是各执一词啦，反正吵架嘛，哦，那国民党说要苦民所苦，哦，那国民党说我们的钱统统捐给社会福利，我们不拿。有很多人讲你国民党自肥，我们不拿，全部捐给社会福利哦。那另外呢，朱立伦就说，那蔡英文做得到，为什么赖清德做不到呢？意思说蔡英文的时候就有发钱啦，哦，那就也发啦，哦，那为什么朱立伦就不行呢？那个赖清德不行呢？哦，那而且呢，赖清德跟彭华曼以前曾经要求发现金，哦，要求发现金，赖清德表示，民众拿现金才有办法做其他的应用，哦，因为马英九呢是发消费券，马英九是怕说你现金拿来存起来，因为有些人很节省嘛，他现在需要刺激经济嘛，有些节省就不花钱，所以给你消费券，你非要去消费不可啊，哦，那赖清德当时就说要拿现金才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潘孟安说，我们要求的就是直接发放现金，哦，然后呢，2022年底，民进党立委罗致政、蔡易余、庄瑞祥、王美惠、林楚茵、王定宇，因为当年税收就超征，支持全民普发1万块现金，所以当时你们就可以。那现在呢，国民党要就不可以，这道理很简单嘛。好人我做，怎么给你做呢？好人我不会做，让你去做哦，所以你提就是不行哦。那而且说会不会造成物价上涨？虽然说1万块有限了哦，如果出从厂商接不到单子，失业无薪假才要担心了啊！你现在就台币升值啦，关税怎么样都还搞不清楚嘛。新加坡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普发21岁以上的发1万4，65岁以上发1万8，新加坡币啊，新加坡币。那这个就把新加坡币折合台币啦，啊，1万4跟1万8啊。所以呢，换句话说，人家也发哦，而最近呢，新加坡发，南韩也发，全国补发现金2次追加预算，用掉新台币9000亿哦，所以南韩也在发，因为南韩经济而且还不一样。日本现在跟美国谈判啊，你们都不知道，台币已经升值大概14-15%了，日币现在贬值5%，是啊，南韩元贬值20%到30%，谈啊，你给我加28%，我已经先贬28%到30%，这我们赶快，而且我们买了3000亿美债，以前只有1000多亿美金了，现在是3000亿美金，我们外汇一共才5000多亿，买了3000亿的美债，拼命去买美国，拼命卖美国马币，我们看一下。今天上午呢，卓荣泰是到高雄仁武仓库来视察粮食的储备设施。那么致辞的时候呢，他是话锋一转，强烈表达对于蓝白联手通过普发现金的不满。如果说政府现在要举债，我也宁愿举债来修复民法，来救灾，而不是举债来发给委员，来发给国人。这不能集中力量，真正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你们是会省预算跟算预算的委员。我期待那些不会省预算、不会算预算的委员，不会省预算，我们就叫别人来审好，不要让他们再审，好不好？好，让他们没有机会乱审乱算预算，国家才能健康，才能进步。这话现在被认为说呢，卓荣泰是在力挺大罢免呢，而且对比上个礼拜五呢，卓荣泰鞠躬拜托在野立委不要通过相关条文的态度呢，是差很多。来，老师怎么看？我是不太懂新加坡为什么老人家就多发啊？那干脆就85岁以上的老人比较不赚钱嘛，85岁以上的发2万8。我们也有啊，我们年纪那个重阳节年纪大也有发。我跟你讲，老人家真的用的钱每个月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少的。你真的是进入社会去调查的话，我觉得年纪大的发多是不对的。不过蓝白这一次通过这个法案啊，虽然这个民进党的对应就是说这个是违宪，但是大法官的候选人绝大部分认为这个是法律案跟预算案的争议，不会一面倒的说，这个是违宪。所以呢，现在讲白了，就是政府不愿意说平白花了这些钱，而美名是挂在你们头上啊，这种冤大头我才不干呢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蓝白通过这个案子是不用脑筋，不需要智慧，但是呢有掌声。你做民调，差不多6成、7成、8成人都说好啊，要救那些青鸟。
就说我们要联署啊，要签志愿书啊，就说钱我们不拿，就算拿了也要去捐给台电啊，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挣扎，无理的取闹，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但是呢，碰到如何花钱哈，我觉得所有的政客不管颜色都是非常没有脑筋的。我其实有一个很具体的建议，我在周末的节目里头有讲过，只是 again 我讲话都没有人听，韩国瑜讲话都是金句，你知道吗？我讲话都没有人睬我。我的具体建议是这样：台电的累积债务，你们听好，台电的累积债务4500亿，就一次不要补它1000亿，通通补完。有嘛，对不对？因为你超增的就是4000多亿啊，通通补完，把你通通从这个深坑里头拉拔起来，但是有附带条件，把能源政策从根解决，就是说这个绿能要多少，这个核能要恢复几座，然后呢，通通决定了，这个不难嘛，这个只是大家不要太坚持就好，来一个合理的一个配电，来一个合理的这种分配。啊，这个决定了完以后呢，算成本，容易吧？啊，算成本以后呢，就工商用电，平常人家用电啊，就照成本征收。第一年，以后还要赚钱的，不赚钱怎么可以呢？以后还要赚钱的，但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收支平衡，4办5年，5年以后如果财政健全，那就应该把台电以前的这个旧的股票。台电以前旧的股票很多都贴在墙壁上啊，很可怜的。那个当然除了处理那些以外，我觉得台电的资源、台电的 asset、台电的财产是非常可观的。5年以后就分成2400万股哦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图利自己哦，那个时候我大概已经死掉了，所以我的建议跟我无关啊。那每个人一股，每一个人一股发给台湾人，每个人一股，全民共享。这个国有财产多漂亮，一劳永逸。现在台电的问题是好像慢性病啊，慢性病，而这个主治医师已经决定不救了，就你费用带他来，每2个礼拜来看我一次，我就给你药。然后呢，这个老人家又已经昏庸到不晓得他在吃什么药，这个药名都要费用备啊，你知道？而且呢，每次就血压太高，我再多加一点；血压太低，我再抽懒一点。就是这样等死的，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多补1000亿不够？因为这个老人家还没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办法。主持人，你凭良心讲，你非常不要因为是我讲的，你就看不起我。我刚才讲的，我看不起你。我刚才讲那个是非常有道理，你讲的有道理，是非常有道理的。问题，我那天有支持你啊。哎，对。问题不在这里，你先跟赖清德讨论一下嘛。他同意，他行政权在他手里。他不会见我啊，他不会见我，你要带我去啊。不，我带你去。孟华带我去好不好？不，他不会见我。你民进党的他那个核心，他同意的才可以。他就今天你光中间他检讨能源政策，他就不检讨嘛。不是，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我跟你讲，现在蓝白提议了这个1万块，因为这是一个美名，他不愿意让你赚，所以明明知道这个是可行的，他不愿意干。我的计划，我在礼拜天讲的时候，大家。在座不管蓝白，每一个没有人摇头，每一个都说可以啊！这么好的赖清德怎么会让我提议呢？那所以怎么办？那所以要谁提议？我跟你讲，以前啊，那个劳保修正条例，我都已经努力到进入总统府见副总统了。总统不可。总统不可能。所以你的 idea 越好，执政的人越不会点头。不是，你现在基本的观念就是能源政策，他就不改这个东西嘛，他都知道嘛，然后给你搞一堆能源政策啦，收支平衡啦，从根治病啦。但是你现在那都不管，就是光要他检讨能源政策，他就不会检讨的啦，那个是影响他的这个所谓根本啦。基本上你现在能源政策就是核能要放进来嘛，他就不要，他早就放进来嘛，讲一堆理由，什么核废料能够解决啦，有新的科技啦，那不讲些废话吗？我觉得参加你的节目没用怎么没用？这个意见再好都没有用。有用，休息一下再回来。